小苏回到自己的屋子，才发现夏沫一早就不在了。他意外地发现夏沫的画布上插了一把水果刀。小苏从画布上取下刀子，正反看了又看，画布上面有一个洞。小苏拿着刀子，想不出任何头绪，是头疼提醒了他。他想起了昨天似乎有过的一场罪。小苏在印象里头和夏沫吵了。小苏想了又想，怎么也想不起吵了些什么了。直到中午，夏沫都没有回来。小苏在上班之前给夏沫留了张条子，说了几句温存话。小苏的脑子里来来去去全是坏预感。小苏背着包一个人下了楼去。小苏走到地面时，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和他说话。小铃铛跟出来了，他站在2楼的楼梯口，对小苏摆手，做出再见的手势。小铃铛向小苏大声说再见，他的发音极丑，听上去像带电。他站在楼梯口，脸上的苍凉与面庞不相称，像成人的化妆品。小铃铛准确地望着小苏，用哑巴才有的音量大声说带电。小铃铛的说话声使他越发像个哑巴，他就会说这2个字，别的心思成了他眼里的风，只有风才能知道他们将吹向哪里。伤心在小苏的胸中东拉西拽，小苏仰着头，躲在泪花的背面打量小铃铛。小苏知道他说再见的另一层意思，指望自己能早点回来。小苏对楼上摆摆手说再见。汪老板和小苏一人占了一张大沙发，百叶窗外是黄昏，黄昏时的忧郁光芒从窗子里扁扁地进来，使屋里的瓷器与墙面一起显现出黄昏静态。汪老板害怕黄昏，发财之后，汪老板多了这个毛病。黄昏在每一个黄昏悄悄追捕他，无论躲到哪里，黄昏都能准确无误地逮住他，把他交给自己，让他自己对自己精明，自己对自己冷漠，自己对自己傲慢，自己对自己目空一切。黄昏是现代都市的冷面杀手，成了你的影子，在你的脚下放大你自己的阴影部分。黄昏这个农业时代的抒情诗人，就这样被商业买通，在城市的每一个落日时分走街串巷，从事心智谋杀。汪老板端着那只杯子，杯子里永远是白开水，他的小拇指在玻璃平面上悄然蠕动。小苏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细部动作。汪老板的目光很沉着，但他的小拇指说明了他的内心恍惚。小苏不相信人的眼睛，眼睛再也不是当代人心灵的窗户了。每一个当代人的眼睛都已经巧舌如簧了。小苏相信人的手，你用一只手去说谎，至少有另一只手不。小苏望着他的指头，生活在每一个指头上都有难度。汪老板把玩那只杯子，突然说：“你说人发了财最怕什么？破产。”汪老板无声地笑，无声地摇头。汪老板说：“不是。”汪老板亲过上身，看着小苏的2只眼睛，说：“是目光。”汪老板怕小苏听不明白，挪出手，伸出中指和食指，做成 V 字状，从鼻梁上插了出来。
是目光。所有的人都用一种眼光正视我，商业眼光。至于别的，关怀、抚慰乃至性，只能是贸易。小苏听了贸易这话就多心了。小苏挂下眼皮，觉得自己偷了他的钱，坐在一边浑身不自在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小苏望着自己的脚尖说，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汪老板听了这话不吱声了，歪着嘴笑。男人歪着嘴笑，内心都会产生一些古怪念头。汪老板岔开话题，很突兀地说，我现在这样站在讲台上，像不像一个教授？不像。真的？不像。哪里不像？小苏想了想说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不像。汪老板站起身，走到了窗前，窗外的黄昏更黄昏了。汪老板站了很久，他回过身时，满眼都是乱云飞渡。我一直想做一个教授的，汪老板很茫然地说，这只是少年时候的一个想法。少年时代的想法害人，能让人苦一辈子。当时我只是想，等我有了钱就回来。生活就是回不来，失败者回不来，成功者更回不来。生活就是这么一点让人寒心。你要当教授做什么？你比教授强100倍。小苏很认真地说，你只不过是虚荣罢了。汪老板又是笑。汪老板笑着说，钱能买到荣誉，钱还真的买不来虚荣，小师妹。小苏在汪老板面前紧张惯了，看他这么随便，反倒老大的不自信。小苏轻声说，我只是你的雇工。汪老板叹了口气说，是啊，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。夏末在公司里没有找到小苏，这样的结局夏末始料不及。那位小姐回答的极有把握，没有这个人，绝对没有这个人。夏末得到这个回答，很久没有回过神来。他走进了电梯，电梯往下沉，夏末认定自己掉在井里了，向大地的深处自由落体。电梯把夏末带回了地面，夏末踏在大理石地面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。肯定又是有谁说谎了，要么是地面，要么是电梯。